网际网路从最初军事为目的的通讯系统 ARPANET， 在开放性架构的基础上扩展到学术使用、商业应用，更成为全球重要关键基础设施，推动社会连结、文化发展与数位经济。然而，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也引发了数位隐私、假讯息、AI 监管等挑战，更牵动社会、文化、人权还有经济竞争力。台湾在当中如何找到定位，在国际网络治理中迈向永续数位未来？跟着台湾网络讲堂，一起改变我们与科技的关系。本期节目由台湾网络资讯中心合作推荐，欢迎收听台湾网络讲堂，我是主持人 Ethan 刘杰忠。现在人呢，一天非常多的时间都离不开网络，像我最近看手机，一天可能使用网络的时间大概超过24小时的一半了。再加上现在 AI 崛起，很多人会担心说 AI 很方便，可是未来会往哪边走？有没有一些隐忧或者是需要事先防范的地方？当然未来很难预测，但是我相信透过我们回顾先前一些重大科技还有历史发展的历程，或许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参考跟借鉴。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聊的是网络诞生到 AI 崛起这些关键时刻如何影响到全人类。那么也会谈一谈说这些时刻还有越来越普及的 AI 趋势有哪些挑战跟风险是我们可以事先注意的。所以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相关的议题。首先欢迎的是 TWNIC 台湾网络资讯中心的黄胜雄董事长，请董事长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胜雄，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这个节目为大家做介绍。好，另外一位贵宾呢是台湾网络治理论坛的吴国伟理事长，也请理事长跟大家说声嗨。嗨，大家好，这个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谈这个网络发展的这个历程。刚才一开始可能会提到说网络背后的一些挑战跟隐忧，可能对一般的使用者来说会觉得有点遥远，因为多数人上网已经跟喝水还有空气一样普遍到说我们可能忘记了背后究竟有哪些原理，或者是很多相关的利害关系者在推动的这一个论坛还有空间它的健全发展。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网络就是大家可能其他的使用者贡献一些内容，但是我们可能往往会忽略很多时候有一些关键的机构也在扮演很重要的力量。所以先请两位先介绍一下，像台湾网络资讯中心董事长，您在这个机构当中大概是负责什么，然后推动的是相关哪一些领域的发展？9年一贯的教育里面呢，大概自然科学领域都会介绍到台湾网络资讯中心。那我们主要的业务呢，就是负责点 TW， 就是顶级国码的政策以及注册发放。那还有台湾地区所有的我们现在所用的，不管是哪一个行动电话或有线电视或无线的，那这些所需要上网都是需要透过 IP 位置，那我们是负责 IP 位置的政策跟发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输网址或者输 IP 要连网路的时候，可能单纯是看那个地址，但不要忘记背后其实是 TWNIC 在负责做一些维护跟管理的没有错。好，再来呢要问一下台湾网络治理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我知道每年有举办一些相关的年会跟讨论，对不对？请理事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原则上来讲应该这么说，就是从1999年开始到2005年这个全世界尤其联合国开始关心到这个网络治理或者是数位治理、资料治理的相关的议题。那其中包括黄董事长所讲的他们单位所负责的相关的内容，其实联合国已经在开始关注。那这个关注就延伸到所谓的网络治理这样子的议题。所以这个联合国的网络治理实际上是2005年成立的。那2005年一直到今天为止，那我们台湾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认为台湾应该也要去关注这个网络治理的议题，所以 TWIGF 或台湾网络治理论坛开始成立。那到今年应该已经10年了。那慢慢的从过去介绍这个议题以来，然后到前5-6年，我们开始每年办一个联会，让不同的人能够出来去谈论当年认为网络治理里面比较既有争议性的问题来做讨论，然后甚至也让政府、社会或业者可以知道这样子的议题。这是 TWIGF 成立
开始的目的跟我们所要达成的目标。但我相信在过去这10几年间，我们从一开始成立的初衷到现在 AI 的崛起，我相信我们都看在眼里，也持续关注它的发展。那很多人会担心或者思考说 AI 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或许从网络发展的历程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参考跟借鉴。所以我相信不管是 AI 的发明或普及，或者是网络的发明跟普及，或许有一个共同点是说它一开始是很专业的，甚至有一点敏感的用途，然后慢慢普及到社会大众。所以像我们每天使用的 Internet， 其实一开始是跟美国的军事目的有一些关系。对这个部分要请教董事长。是的，没有错。其实最刚开始是从军方开始发展这个packet switching 的网络，分标交流的网络。那这个做法跟传统的电信网络是完全不一样，电信网络是 circuit switching。那所以做了一个完全跟原来回忆的一个网络呢，就变成跟原来的网络架构完全的不同了。那从过去来讲，军方后来发展变成学术单位在使用这一个网络，那随着学术网络慢慢的普及，很多新的服务在上面堆叠出来，就变成商用的网络，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网络。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军方到学术研究，然后发展更多新的应用出来以后，慢慢变成它正在纯粹商用的网络，那让它保持这原本的这个发展的轨迹呢，在上面去堆叠更多新的服务的形态出来。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当然像我们言必称美国了，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台面上看到的很多的服务或重量级的科技，是从美国甚至是军方一开始诞生的。但是我知道到台湾时候，我们在台湾这边成立第一个全台普及的网络，其实也就是1990年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知道理事长也刚刚从美国返回到台湾，某个程度也见证了，也参与了这一块发展。对，所以有没有一些关键的时刻或事件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回台湾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成立国科会全国第一个国家超级电脑中心，在新竹科学园区里头。那当时成立这个国家高速电脑中心最重要的目的，当然有很多电脑的应用，尤其超级电脑的应用。但是超级电脑因为第一个它设备非常贵，我记得那时候买的那一台机器大概是4亿台币到5亿台币左右。那这么昂贵的设备啊，那它的设备放在新竹科学园区里头，那你要让所有想要使用这个设备的专家学者来使用，那都一定要跑到老远，以前还没有高铁的时候啊，你要他们跑到新竹来使用这个设备是非常不合理的。那我因为在1984年我就在美国的超级电脑公司 Cray Research 上班。那1984年的时候，实际上我在 Cray Research 上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网络。那就像刚刚所谈到这个黄董事长在讲的这个 ARPANET。那在1984年的时候，很多我在美国的时候那个设备很多人都是用高速网络，以前叫高速网络 T1 啊 ，T1 Line 其实现在听起来一点都不怎么，因为 T1 Line 才是1.5个 megabits per second， 现在大概没有人用那么烂的网络在上嘛。但是在当年在全美国不管是军方业者或者是学术单位在使用这个超级电脑的时候，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建立了一个 NSFNet。那 NSFNet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所有这些学者专家能够透过网络，能够来使用这么昂贵的设备。那个超级电脑最贵的一台设备，我记得我那时候在 Cray Research 卖的时候，那一台设备就是超4500万美金。你现在要算算看，大概10几亿台币的设备。那所以我那时候在台湾国家高速电脑中心当副主任的时候，我第一个关心的问题当然是如何能够让这个昂贵的设备让台湾在学者专家可以好方便的去使用它。所以我们当时包括黄董事长那时候在中研院我那时候在国家高速电脑中心，我们就跟教育部电通中心一起合作。那时候我的副主任是陈文生，
我们3个人合作，原则上来讲，就把台湾的学术网络整个建构起来。那我记得一开始台湾学术网络应该就已经思考用 T1Line 1.5 Mbps 建立我们的主干。那建立这个主干，后来大家都知道，变成台湾最重要网络发展的一个重点，因为台湾学术网络从学术单位一直到国中小，大概全部就有300万人。所以你要是把这个网络一打通，这个台湾学术网络一打通，等于台湾马上就有300万人可以顺利的上网。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假设我们回来谈台湾网络诞生或是一个关键，这是一个我觉得台湾学术网络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起点。所以刚才董事长提到说，在美国我们可能网络的一个滥觞是从军事目的、军事起源开始，可是台湾在这边我们一开始想要打造的就是一个全台湾共300万，不管是我们的专家学者、老师或者是学生使用的这个学术网络为主。但是我相信另外一个人类使用网络的关键点就是它在 mobile行动装置上的应用，对不对？因为现在人手一机嘛，或者刚刚李长提到，以前我们可能用高速网络，真的是你要 physically 实际到了那边才有办法使用，到现在人手一机真的是不可同日语。但是随着使用的人多了，人手一机，我相信有一些新的挑战跟新的问题，或者是以前没有碰过的状况，也慢慢开始浮现了，对不对？台湾政府其实也想要做军事使用，用超级电脑中心来做一些军事使用，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1990年代当你买超级电脑的时候，你必须要跟美国签一个 Qualcomm 的合约。那美国 Qualcomm 的合约里面最重要有3件事情不准你做。第一个是发展原子弹、飞弹、化学武器，包括另外一个是解密那个 encryption。所以军方想用，但是原则上来讲，我们那时候建立那个超级电脑中心的时候，你已经跟美国政府签了这个合约。台湾的军方有没有用？后来其实美国也慢慢开放了，但是一开始并不是不想用，而是没有办法用，因为我们有合约关系。OK， 好，那这个部分请教董事长。是的，因为早期确实是因为军方的原因但是后来刚刚主持人提到，在台湾其实跟美国大概同步，后来是由学术研究单位在做大量的推广，发展各种新的应用，慢慢变成商业市场呢，基于这个网络的需求，商业市场大量来推动，所以尤其是手机行动市场起来，就造成一个新的里程碑，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大型的这个不管是 PC 或者大型的主机来上网，那透过手机上网确实造成一个蛮大的一个里程碑。那另外有一个蛮大的里程碑就是云端服务的普及化，这也是一个里程碑，因为云端服务让你的载具像手机这么小的载具呢，可以很多资料不用在你的手机做运算，可以在云端那个地方做运算，所以这几个有发生很多个不同的里程碑呢，让我们整个数位环境呢、数位科技呢有产生很大的一个演变。所以像刚才董事长或理事长提到的是说，我们现在人手一机了。然后特别是资讯的交换，甚至是云端的服务，我觉得某个程度也呼应现在 AI 的发展。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现在输进电脑的东西，我们的想法或者它丢出来的东西，这个著作权、资料的归属权，或者是成果究竟是算谁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就等于是说，已经打破了地理疆界的一个规范。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它是在云端，可是云端真的它是属于谁的东西？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讨论是沿着这个概念出来的，对不对？是的，没有错，因为这些。我们觉得说这个地方可能会遇到有一些版权有管辖权，那有很多争议的问题不是在新进的技术，在传统的网络上就已经开始面临到这些问题。像传统的包括不管是音乐版权也好，或者是这种动画的版权或电影的版权，事实上这个争议非常的多，也发生很多诉讼，甚至于在执法机关至案难行的情况都有发生。那在新的创新的服务，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那理事长呢？您怎么看待目前的这个状况，或者是我们先前有一些什么样的做法，或许是可以往后来遵循或参考的？我想走一下这个整个发展的脉络。
一直到你刚刚所要问的问题。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发生。1997年，美国白宫这个克林顿总统跟Al Gore 两个人共同发出了一个白宫的白皮书，叫做《全球电商的网络架构》。1997年。那当时他其实已经提到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其实美国政府在做一个这么重要的白宫的公告的这个过程里头，他就提到几个他想要达到的目的。那当然，他也提到很多争议性的问题，就像你刚刚讲的智慧产权啊，相关的都是在这个白皮书架构里面所谈到的。那我简单描述一下这个白宫白皮书所涵盖的内容。他第一个谈到的就是这个整个网络的基础架设的，我们叫做关键资源。这个关键资源本身就是一个全球高度争议的议题，因为它用到的 IP domain 跟这个 root server， 原则上来讲就是已经跨越了，所以并不是今天才跨越，是网络一设立的开始就已经跨越了国界。那这个跨越的国界，至少在1997年，美国白宫已经知道，这样子一个网络的跨越，对于美国推动民主政治到全世界，影响改变全世界，它是有这样子的企图心，这是第一个我必须要说明的。第二个是他当时也提到了很多问题，包括今天最热门的这个关税1997年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因为你要是透过网络里面去买一部电影 Netflix 的电影，到底要不要税然后跨州要不要税，这个都是当时已经开始在谈论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智慧产权的问题，然后谈到的是资料治理的问题，因为既然一个资料能够在全球跨越领土去传递，那这个资料在传递的整个过程里头到底怎么去治理，或者这个资料是谁的，这个都是一个蛮争议性的问题。那连当时都已经谈到，比如说资讯安全当时也谈到，比如说电信自由化当时也已经谈到，比如说在网络里头，我们应该如何去这个进行必要的相关的协商。所以从1997年白宫发布白皮书，其实接着在2003年，联合国已经开始办第一次的 WSIS World Summit of Internet Society， 等于网络社群的这个论坛的这高峰会议。那这个高峰会议很有趣，然后2003年在日内瓦开，2005年在突尼西亚开。那基于我们刚刚所念到的问题，在这个联合国都已经讨论了，但是在2003跟2005在联合国讨论的时候都没有结论，唯一的结论就是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我们要继续谈。第二个是美国跟西方社会原则上不支持中国苏俄所提出来的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个网络治理或是网络关键字眼纳到联合国的体系，这是美国政府跟西方社会所坚持的。那美国当然有美国自己内部的政治的问题，所有人都知道美国基本上有两个政党，一个叫民主党，一个叫共和党。那原则上大家都知道，可能在台湾很多人没有特别那个，比如说美国的共和党是坚持认为网络是美国人的，因为你刚刚都是讲了，这个 TCP/IP 或这个网络的开头是从美国的 ARPA 出来的，美国军方出来的东西，所以从共和党的角度来讲，这是美国的智慧产权，凭什么变成全球的？所以当时在2016年，奥巴马要把这个东西释放出去，变成
公共财，全球的公共财的时候，其实 Republican 尤其是共和党是坚决的反对，认为这是叛国。当时 NTI 的副秘书长国务卿那个副卿其实是被Ted Cruz， 大家都很清楚 ，Ted Cruz 是德州的参议员，他认为你就是叛徒，你应该被抓去关6年。所以在这个议题，不止在美国，在全球都是一个高度争议性的问题。所以2003、2005年开完了联合国的维斯会议以后，所有每一个国家都开始体认到网络的重要性。所以从2006年一直到今年，每一年都会开一个联合国很重要的叫做 IGF， 就是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网络治理论坛，也是为什么我们成立这个 TWIGF 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大概简单说明一下那个整个发展的过程大概是这样。所以你问到了说这个资料治理、网络治理，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才知道，1997年就已经有这样子的问题，只是今天的问题比以前更多而且更复杂。不过理事长刚刚提到的是，当然我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讨论。我觉得虽然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共识，但是我们都知道它很重要，点出某一些关键的因素，而且某个程度其实也告诉我们说，网络很多时候不只是科技，它其实跟政治或者是主权或者是一些敏感的议题还是相关的。那这边其实就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会有联合国进行讨论，或者以美国为首的集团在进行讨论，但是就算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但无论如何，网络的使用、科技的进步，就是现在进行时，每天都在发生嘛。我们不可能到一个结论出来的时候才开始做，特别是台湾在这样的一个现状跟它的地位下，我们还是要找出自己应的一套方法。所以在台湾在地这一边，我们怎么样做网络的一些治理，或者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找到怎么样在一个现行的架构下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案，这个部分要请教董事长。好的事实上刚刚理事长已经稍微提到一下，在联合国体系里面，事实上针对网络来怎么去推动网络的治理呢，有一系列的框架。那同样的，这个东西跟所有数位科技都一样如果我们认为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在我们看得到的未来又跟它分不开，那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去管理它，或者是国家对于这个地方有多少控制，就变得很重要。那这也就是网络治理一个核心地带，就是说像台湾，那比如说我们负责的是点 TW， 那我们是不是具有点 TW 的这个管理权？那会不会担心说这个点 TW 管理权有一天突然被对岸拿走了？像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从，不是单纯刚刚主持人提到，它不是单纯一个技术问题，我们必须从技术面，那从这个治理的构面，从法律面，甚至从外交各个不同的层面去分析，说怎么样才有可能把我们这个可能性呢，把它巩固在台湾，把它最大化。那这个是网络治理的核心。那第二个，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我们在治理这个网络的同时，怎么样让网络治理的方式呢，能够更符合国内的社会环境、国内的经济环境或国内的网络空间它所需要的一个治理框架这也是台湾网络治理论坛里面透过各个不同专家的讨论，从法律面、外交、国防，从资讯数位科技里面来分析去讨论，怎么样一个治理框架呢，能够更符合国内台湾这边的需求。那接下来我想要带到的是今天节目的另外一个议题了，其实就是跟 AI 发展息息相关。因为某个程度，现在网络这么的普及，然后上头很多的状况，我相信随着 AI 的普及，我觉得好的当然会更好，更加的便利，但是坏的有可能会更加的猖獗，也说不一定。像先前大家已经够烦恼诈骗了，现在说不定因为 AI 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些相关的讯息，或者是很多时候相关的问题，可能会比以前更加的严重。那我不知道在 AI 崛起的这一块，因为我觉得现在像可能时候针对网络的一些规范或者是思考架构，我们可能遵循的是比较偏美国或者是联合国，但我知道其实 AI 相关的思考来说欧洲这一块其实也走得
蛮前面的。所以我们在台湾在这边，我们目前是朝着什么样的思路去前进，或者是我们的现状大概会是怎么样？事实上我刚刚也稍微提了一点，就是说假设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数位技术或某一个关键型的技术，我们预测在未来可能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都会跟它共存，而且它会在我们生活中扮演一定的角色，那我们对它的控制力道事实上就非常的关心了。那对它的控制力道的关心不是来自这个科技本身，而是我们认为它对我们生活会有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就希望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最大程度能够对它也有影响力。那这个不是只有在 AI 包括说从最原生的数位科技，从有作业系统开始了，有没有可能有中文的作业系统？从编辑器开始，有没有属于中文的编辑器？从个人电脑开始，有没有大家就会思考有没有所谓的中文的个人电脑？甚至于在 Internet 初期这种入口网站，很多人就会想说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中文的入口网站？那当然这些思考点后面经过市场及消费市场的这种洗练之后，有一些我们本身所保持的一些想法也有一些改变了，所以说很多东西不见得是要从我们个人来产生。那 AI 当然无可厚非的，一定会有同样的一个思考状况。那各个不同的思考点，包括说是不是应该有所谓的在地化的台湾的模型出来，那或者是我们是不是要从国安的角度去做一些限制措施，或者从治安的角度去做一些限制措施。那包括理事长待会可能可以再 elaborate 一下，就是说针对从这个资料的治理的角度，那这个 Internet 的资料本身是有跨境流通的这些特性，那从资料流通的角度，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思考的看法，包括说它的著作权、它的管辖权，那这些问题都会让我们刚刚所提的 AI 的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呢更加的恶化。当然除了问题的恶化之外，它也带给我们很多过去生活上所感受不到的这种便利性，我想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不管是董事长或理事长提到，很多时候最新科技的发展某个程度其实跟国家安全或者是主权还是有一些关系了，特别是像语言的落差，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文的使用者也有非常大一块是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台湾这边的角色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我也很好奇的是说，当然我觉得这个状况一定也不是只有台湾有了，你知道非英语使用者的国家，像日本或者是其他国家，有没有什么一些做法是我们可以参考的，或者目前台湾在朝什么样的方向在前进跟努力当中呢？这个部分请教一下理事长。我先回到刚刚所谈到的这些，我刚刚一开始在讲到说，在这个2005年沿路上，这个网络治理相关的议题就一直在发展，而且越来越复杂，但是也不能不谈到实际上在这么多年，将近15年、20年来，其实也有一些进展跟进步那第一个，我刚刚说，从1997年这个美国白宫的白皮书所谈到，最开始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个人资料，如何做个人资料的保护。那大家也都知道，以目前来讲，几乎每个国家都会有制定相关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包括台湾。那你刚刚提到是说，在台湾有哪些国家可以做借鉴？原则上来讲，应该是说，这个台湾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台湾的状况原则上来讲，大部分的学者原则上会以美国跟欧洲为主。那以美国跟欧洲为主有两个，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是我们最重要的贸易国。第二个部分是欧洲因为它在发展网络治理的这个法律的过程里头这个法案相对的迅速，而且很快的推出来很多。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到欧盟在制定网络治理的这个法案有好几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几乎台湾所有在做网络治理法律的人几乎都不能不去好好研究这个欧洲的部分，比如说 GDPR
那个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那这个欧盟的 GDPR 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是，我们过去在谈法律的时候，都会以自己一个国土疆界，我们自己治权可以管辖的范围。但是 GDPR 几乎已经跨越了这个疆界，就因为网络是跨越疆界、跨越国界的。GDPR 是说，你只要是一个欧洲人的相关的资料，即使他是在台湾，你台湾的业者收集使用他的 data， 假设你违反了欧盟的 GDPR， 欧盟都有权利来对台湾的相关的业者提出惩罚。假设这个人认为他的资料被非法使用。接下来包括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其实有一块我们一直没有谈到的，实际上是网络的商业的发展跟网络市场的整个发展。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网络这么蓬勃的发展，当然是因为网络的 market 整个全球的市场快速的在膨胀当中。因此在欧盟其实为了这个东西，他们做的至少是2个重要的法案，一个叫 DMA Digital Market Act， 第二个叫 DSA Digital Service Act。 那这2个最重要是在规范你在网络市场、网络的产业里头做这相关的这个，你必须要符合欧盟的这2个相关的法令。那刚刚你提到的另外一个，欧盟其实也做了另外一个要求，比如说 Data Governance Act， 它对于数位治理，它也有一套它自己的看法。那有一块也不能忽略的，应该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在讲的时候忽略的一块是在2003到2005年的时候，人权团体也进来了。人权团体进来认为说，在数位时代里头我们应该有所谓的数位人权。什么叫数位人权？就是在网络里头，我们不应该因为就好像贫富悬殊嘛，你不能因为我的技术不好，所以我就变成在网络时代里面我变成弱势者，或者因为我没钱，所以我不能购买这个好的频宽，或是连上网都不能上网，因为上网要钱，并不是不要钱的。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东西，这个 Digital Human Rights 也快速在发展当中。那这里面当然我们看到了，比如说那台湾有少数的人有一些人其实也会去关注中国的网络的相关的法令。因为中国第一个，因为他为了担心他中国人被中国讲的被数位污染，就是说西方的思想透过网络然后被中国人去吸收，所以中国其实通过非常非常多的法令。这个恐怕你要是谈说这个我们一般来讲的 data governance 数位治理这一块中国大陆通过的法令多到不得了。比如说它的汽车，你所有汽车相关的资料，尤其电动车，因为电动车太多 sensor 了，所以这些资料中国政府都说这个你必须要 data localization， 而且我中国政府可以 access 这个 data。那比如说过去大家很清楚了，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这个非常流行这个共享经济脚踏车，虽然这个产业已经死掉了，但是当时为了这个共享脚踏车中国都发表一个相关这样子的法令的要求，所有租用脚踏车人他的路径他的相关的资料都全部要提供，让中国政府去可以使用这个等于是调阅相关的资料。那我现在谈到比如说调阅，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的这个我们讲网络治理一个重要的议题。既然我们说网络是一个跨越疆界，那个数据是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根本没有boundary，没有一个国界的界限，
那在没有过界限的界限里头，你碰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 data 当我要治理的时候，谁有治理的权利？比如说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刚刚随便提到了，比如说一个欧洲人在台湾，那他来我们台湾银行办账号，来我们的办手机，或者入境，他马上就留下很多个人的资料、相关的资料在这边。请问这个资料治权是欧洲人的还是台湾人的？那更不要讲说，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包括最近也有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检察官或是法官啊，在调阅相关案件的时候，发现台湾有人他都用 WeChat 中国大陆的这个网信的这个软体。那所有在网信的软体，中华民国政府虽然这个人互相通话的人都是台湾人，但是法院有没有权利要求网信把这个资料提供给法院或检察官来做审查？那假设他不提供，你不管检察官或法官就会碰到一个 problem， 是你就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两个人在串通。我们在讲说羁押一个要求就是不能串供，那他假设用 WeChat， 你如何去做这样的要求？或者比如说现在台湾最流行的一些社交平台 ，Line 啊、WhatsApp 啊、Facebook 啊、Thread 啊，那个相关的，这几乎都是国外的平台。所以既然它都是国外的平台，你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这些资料放在哪里？然后假设台湾今天这个行政单位或是检察官或是法院要调阅这些资料的时候，显然你是必须要跟这些外商要求他把资料提供。那什么样的情况他愿意提供，什么样的情况他不愿意提供，这个就牵涉到非常严肃的一个资料治理，或者我们今天用一个大的名称叫做网络治理这个议题在讨论了。所以我想我大概简单回答，所以包括有人就把这个延伸，另外用一个更大的帽子叫做数位主权。所谓数位主权，为什么要叫数位主权？就是说在这个网络空间里头，我们主权就是治权，主权的目的就是你要治理。那假设这个资料不在那个的时候，请问你的治理你怎么治理？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只是台湾，在全世界大家都会面临到的问题。所以某些问题，我觉得追根究底，到了最后还是要从法制面上来做一个厘清跟规范嘛。那就像刚才理事长有提到说，这个 GDPR 已经是你看现在每个人上网进到首页都要先勾一下，不然你没办法使用。那我相信以 AI 的发展来说，说不定最终也是需要到这样。我知道台湾目前有一个其实是 AI 基本法是在做草案的阶段，那其实欧盟某个程度可以参考的是人工智慧法案，或许它也是我们的一个参考的方向。那这边请教董事长是，不管是以欧洲现行针对人工智慧的规范来说，或者台湾目前正在草拟的法案来说，对于一般的使用者或者整个产业有没有什么大概的影响，或者是可能要先预做准备的地方？其实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区块啊，中国先不计算。大概以美国来讲，美国等于是数位服务的主导者，那它也是数位服务市场的最大消费市场。但你看美国在相关的数位服务相关的法规，基本上都依现行的法律框架来做订定相关的管制措施，所以你可以发现他们并没有针对数位服务去订定特定的一些法律，而是回归到现有的民事刑事现有的法令框架来做规管。所以事实上而整个数位发展呢，相当大程度是交由资本市场来决定，或消费市场来决定哪些服务它应该值得持续去推动，哪些服务的发展，那基本上几乎是资本市场来主导。这是美国的逻辑，对不对？对，美国的现况也是如此。然后我们再排除
除了美国以外，中国也除外，中国是另外一个特例啊。除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数位服务的非主导国家，几乎都是。那某些国家呢，例如像欧盟，它虽然不是服务的主导供应国，但是它是服务的消费大国。所以像欧盟它又不只是一个国家，把所有的欧洲都串接在一起，成一个类似单一国家的一个法律框架。所以像这一类型的非美国的国家，基本上我如果大概会从2个方向来努力。第一个努力就从消费市场怎么样最大程度去保护消费者他的基本权利。刚刚理事长提到了个人资料保护，这是最基本，因为在数位空间你第一个面临到的就是你个人的资料，所以个人资料保护等于是所有的跟个人相关的保护的一个最基础的要件。那另外一个努力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在上面堆叠，除了个人的资料保护外，有没有哪些跟个人权益相关的资料个人权益相关的去做堆叠。那第二个努力方向呢，既然我不是数位服务的主导国家，那对于这些外来的主导服务，我是不是要有一些限制型的措施？那这些限制型的措施比较轻微的，请你要多缴一些费用，或多缴一些规费，或请你要多做一些社会的服务。更严重一点，我也就限制你进来了。像某些特定的服务，像 ChatGPT 不能在意大利使用，所以大概会朝这2个面向来去推动。那其他国家大同小异，只是欧盟它落实的比较具体，因为第一个它的市场够大，那第二个它整个欧盟串接起来等于是一个等同一个很多国家，但是却是在单一的规管的法律框架之内，所以欧盟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对比。那其他国家或多或少也是努力的朝欧盟这些方向来努力。那从保护基本消费者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毋庸置疑，这个是普世价值，怎么去保护个人的资料，这一点我想不管台湾在基本法也好，或者是各自保护的部分，我想这一点是最基本的要件，就是保护好你在数位空间里面最基本应该受保护的区块。那在促进市场竞争这个区块就很吊诡了，因为促进市场竞争应该倒回来，促进国内市场竞争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非常吊诡，因为这个部分呢取决于说你跟别人的这个博弈的组合。那举例而言，你觉得外来的服务势力太大，你要限制它其实也不大对，你要拥抱它又把国内产业压垮，那你多做一些限制措施，希望它能辅导你的产业，有时候这个样子做出来，但是结果达不到这个都是一些博弈出来的结果。那大概纯粹就会从这几个角度。我举一个例，像新闻议价法，澳洲有定出新闻议价法，因为这些大平台在上面转发新闻，导致很多媒体确实很困难，法意是正确的，所以我定出来，你就不能在大的平台去分享新闻。一定以后他就说好，我就限制你不准分享我的新闻不准去分享新闻网站的新闻。那法律也达到法律的要的效果，平台也很容易就达到平台就禁止你分享，但最终呢，到底消费者有没有受益不知道所以这个是纯粹取决于竞合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台湾推动的方向，我认为从基本的保护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至少个人资料保护这个地方一定要做到最好能够跟欧盟这个地方是等效的或跟日本或跟其他国家在个人资料保护的部分，这是应该努力的方向，不管你用 AI 基本法、个人资料保护法都一样。那在促进市场竞争，我认为这个需要更多的智慧，因为这个不是你单方面讲了就可以决定了，这必须要取决于说你跟这些大国的博弈之间的关系，那要做好这个可能产生的正面负面的效益，因为这个不是单方面讲了算了所以我想 AI 基本法或其他法律呢，大概脱离不了这2个推进的方向。最后要请教的是我们的理事长，因为你也见证从90年代到现在台湾整个网络的兴起，那现在另外一个关键时间点到了最后，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对于我们台湾的政策或者是可以的做法来提出一些呼吁，或者是你的看法。最后请教理事长。没有数位经济就没有今天网络的蓬勃发展。那数位经济
当然就像刚刚黄理事长所提到的，在台湾的抉择到底在哪里？那我先简单让大家知道一下，数位经济在全球，即使是欧盟，在这样子一个市场经济、数位经济里头，它都不是一个获利者。简单说，你假设把全世界前20大市值的网络公司把它列出来，你会发现大概65%都是美国公司，中国的公司大概有15%左右。那为什么中国的公司有15%到20%左右？因为中国采取的模式跟其他国家非常不一样，它基本上是完全禁止外国的网络公司进到中国，等于是它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它这个14亿、15亿的人口啊，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只有中国的网络公司可以吃得下这个市场。我们看到 Google、Amazon 很多甚至 Meta 都是被禁止进入中国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说，这个市场经济整个发展的过程里头，在过去将近40年的过程里头，我们看到最大的获利者。所以为什么在美国相关制定网络政策的时候，跟其他国家非常不一样？比如说，它非常强调 data free flow， 资料一定要能够自由流通，因为这个资料能够自由流通，对美国这些巨大的公司 ，Google、Facebook、Meta 这些是一个推动全球经济创造市场一个重要的主因。那我在谈到台湾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以外，我顺便讲一下。其实整个数位经济包括 AI 的发展，都逃不掉一个重要的东西，叫做资料中心。那资料中心里面有什么？当然里面有网络设备，有电脑设备，有伺服器，有 storage。不要忘记了，台湾在资料中心我们是获利者，因为几乎所有里面的设备70-80%都是台湾制造的不管我们的半导体一直延伸到 server 啊，这个 control panel 什么东西都是在台湾制造的但是台湾真正比较大的问题，就像刚刚董事长所讲的，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平台或者真正面对消费者的时候，我们碰到的困难是不只是台湾，连欧盟都无法避免美国这些公司的这个势力。那所以为什么我刚刚特别提到，为什么台湾的学者专家经常要去看欧盟的相关的法令的制定？因为欧盟的法令的制定其实不是相对的是在保护消费者，而不是在这个，当然他们里面也会谈到我们希望鼓励欧洲的创新 innovation， 但是创新跟你要去占有市场是两码子事。你可以有创新，比如说我知道有一家非常有名的这个公司它根本就是从欧洲跑到美国去的，因为他发现到美国它才能够变大在欧洲它没有办法变大，所以这个是一个有时候是一个市场的发展。所以相对的，在欧盟的所有这些法案都是在保护消费者，或者包括你把人权团体、人权法案，其实可以多视为这个保护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假设问，那我觉得台湾第一个，我们可能就是应该要学习欧盟，想办法来保护我们的台湾的消费者，让台湾的消费者面对这些大公司，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保护自己。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所有这些都要 data center。那不要忘记了，台湾的 ICT 产业、台湾的半导体都是这方面全球不能没有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当然要继续去 support 我们这样子这个科技 ICT 产业的发展，让它持续变成这个 digital economy 数位经济里头重要的基础
那你说要进到说平台啦，或是这个像 Amazon 或是 Google， 我觉得至少我刚刚讲全球前20大，假设撇开中国跟美国以外，我看到只有一个瑞士公司 Spotify 算是排到前20名。那你知道 Spotify 就是专门做音乐嘛？那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哦。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先站稳自己的脚步，然后再想办法去做一些这个可能的发展，那个会比较确实一点。所以我想保护消费者，站稳自己在这个 data center 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因为没有取代者，这是没有取代者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看整个台湾在网络世代里头，我们应该持续努力，然后有哪些地方可以做突破的部分。谢谢。好，今天谢谢2位我们回顾了一些网络发展还有普及的关键历程。那么接下来 AI 即将要改写世界的发展了，所以未来会如何？我相信台湾在当中，就像理事长还有董事长提到的，一定会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同时间，在商业发展的同时，如何建构一个更完善的网络环境也显得更加的重要。那这期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好，拜拜，好，各位，拜拜，谢谢，拜拜。